Hello，大家好，我是怡媛。我才发现到我的频道开创了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给统帅分过不同等级。之前是有做过一个排名了，但是那个排名呢，只是讲谁比较厉害而已。今天我们是分成不同的级别。那今天我所分的级别呢，是针于野战而已，所以有一些专门用于集结或者是驻防的统帅呢，是不在考虑范围之内的。今天所排名的统帅呢，除了骑兵、步兵、工兵之外，也会排进远程统帅。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有用远程统帅的，是根据我自己个人的实战经验啦，所以每个人的排行榜或许会有一些不同。那我们先从最新的统帅先开始讨论吧，因为旧的统帅其实也没有什么讨论价值。首先就是亚瑟王，那其实我觉得亚瑟王可以排在 S 等级，也就是因为他的输出比较高，他可以打出两次连击伤害嘛，打出一次就有1400，打两次就有2800。以目前拥有 AOE 的统帅来说，他这个输出算是很高了，而且是针对于3个目标，他可以使用连击伤害，可以使用普攻，也可以使用技能伤害。但亚瑟王也不是说没有缺点啊，缺点就是他没有任何的 debuff，然后 buff 的效果呢，不是对于群体的 buff， 只是针对于他自己本身而已。但是以现在的环境有拉扯来说，亚瑟王可以在更快的速度里面释放自己的技能，而且还是有概率可以再次释放技能。尤其是针对于他的连击伤害来说，也可以触发到一些普攻的技能或者是效果，所以亚瑟王是可以排在 S 等级的。至于速步台的话，他的技能比较偏向于集结，然后再加上速步台还没有出现，所以我不能做于评价。我们暂时跳下一个。崔莹的话，因为崔莹他是属于驻防的统帅，所以崔莹也不在我们的考量里面。下一个就轮到珍珠。那说实在的，如果大量的玩家使用珍珠的话，其实效果是很强的。再加上像我之前所说的，现在出现真实伤害的统帅珍珠跟崔莹是第一批，所以有可能他们未来可以搭配其他真实伤害统帅的时候，效果会不一样。而且我觉得这一次奥西里斯联赛里面应该有不少的玩家会使用珍珠，因为如果大量的玩家使用珍珠的话，它的效果就跟小型的天度差不多。但如果只是评价只有一个队伍里面拥有一个珍珠的话，这样珍珠它的排名还不至于到 S 等级，我觉得可以排在 A 等级。但假设说如果是大量的玩家全部都使用珍珠的话，我觉得珍珠是可以排在 S 等级的。下一个就是华莱士，那坦白说华莱士呢，只能说食之无味，弃之可惜。你说它烂不算烂，你说它强也不算强，但我觉得它的能力呢，其实是排在珍珠之下。因为对于野战的环境来说 ，AOE 是确实很重要的。像华莱士这种没有 AOE，而且它的那个效果还不如旧的统帅，又不如新的统帅呢，它只能在中间的位置，很难评价它到底好不好。有提升，但是提升又不多。下一个轮到贝利，说实在的，贝利他输的地方只是输在没有 AOE 而已。假设说贝利是有 AOE 的话，其实他的表现可以来到 S 等级的。但现在贝利的情况就是他没有 AOE，然后他的 debuff 效果只能针对一个目标而已。所以说实在的，其实我想要把它排在 A， 但是它还不至于到 A 的等级，只能排在 B 吧，就是可以用，但是又不是说特别强。但如果是针对于一个目标的话，确实它那个效果是不错的。像我们去围殴集结、围殴旗帜、围殴要塞的话，其实表现还是可以的。接下来到斯特凡三世，说实在的，如果斯特凡三世搭配老虎，也就是巴布尔使用的话，其实表现还不错，但不至于到特别强啦。我觉得可以排在 A 等级。它是有概率有 AOE 啊，但是它那个概率呢就比较随机一点啦，不算是特别高，所以这个也是要看运气啊。如果运气好的话，它的表现其实还不错的，尤其是搭配老虎，像我之前所说的，老虎它恢复怒气又比较快一点，可以让斯特凡的那个表现打出去，所以我觉得斯特凡可以排在 A 等级。至于到匈牙提呢，我是没有去觉醒匈牙提啊，但是酒吧已经给我评价，他说匈牙提没有什么用，我排在中间吧，因为我本人没有用过。然后酒吧它对于匈牙提的评价又比较糟糕一点，所以我只能把它排在 C。但这个我不确定到底好不好用，我本人没有用过的。再来斐利二世，虽然斐利二世的输出不算高，但是它以它的实用性、以它的 debuff 还有 buff 来说的话，斐利二世是可以排在第一名了。
也就是 S 等级。虽然它的输出不算高，但是它的辅助效果还有它的跑速加成呢，其实对于现在的野战环境来说还蛮好的。重点是不管什么兵种都可以搭配在一起，就比方说我现在测试下来用腓力24搭配刘彻，效果是最好的。然后因为它的跑速加成比较快的关系，也可以搭配工兵使用，然后也可以搭配骑兵，然后利用霍去病的释放技能速度比较快的特性，释放了腓力24的 buff 跟 debuff。再加上腓力24其实是有 AOE 的，虽然它那个伤害不是很高，所以我觉得腓力24是可以排在 S 等级的，也是大家比较值得去觉醒的统帅之一。接着亚述巴尼巴，虽然他是集结统帅，但是用于野战效果也是不错的，但他那个野战的效果不算是特别强，而且他是有要求一定要觉醒才可以使用，所以我觉得巴尼巴可以排在 B 等级，不算差，但也不是说特别强，排在 B 等级是刚刚好的。下一个海尔曼，那么说实在，海尔曼已经可以算是 S 等级了，他那个 debuff 效果确实是不错的。不过以目前的环境来说呢，它的输出算比较低一点了，针对于3个目标2000的伤害。如果之后有一些伤害比较高，而且有 debuff 的统帅出现的话，有很大可能会替代掉海尔曼的位置。不过暂时来说，海尔曼还是队伍中必须要有的统帅，但如果是提早被针对的话，海尔曼就没有什么作用了。下一个戈尔戈用于野战的统帅不算多吧，但我也是觉得可以把它排进排行榜里面。戈尔戈能够算是 B 等级吧，它唯一不好的地方就是速度太慢了。如果搭配刘彻啊，搭配其他的拱形阵统帅来说，其实戈尔戈表现不错的。至于刘彻不需要说了，刘彻肯定是在 S 等级的。刘彻除了有 AOE 之外，也有 debuff， 有爆发，有额外伤害，而且释放技能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重点是刘彻不管是用于哪个方向表现都不错，野战、集结、驻防都可以使用。而且大胆推测，刘彻在这2代的步兵里面应该都是不会被淘汰的。刘彻算是很强的统帅，而且刘彻现在除了搭配步兵之外，其实也可以搭配骑兵啊，搭配亚瑟王表现应该也是不错的。下一个轮到霍去病，霍去病主要就是爆发、debuff 治疗还有输出的速度会比较快一点。以目前的骑兵来说，霍去病仅次于亚瑟，又或者是跟亚瑟同排名而已，所以我觉得霍去病是可以排在 S 等级的。下一个就是加查马达，可以说现在的远程最强就是用攻沙洛搭配加查马达，那主要还是靠攻沙洛了。但是如果攻沙洛没有搭配加查马达的话，出来的表现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我觉得加查马达可以放在 A 等级，还是需要它的辅助效果还有回血啦。如果没有加查马达的话，就变成你的攻沙洛队伍会比较脆弱一点。再来就是拉普不是野战统帅，所以不计算。攻沙洛肯定是目前最强的远程了，所以一定要排在 S 等级。因为我试过用其他的远程统帅出去野战啊，但是表现都不如攻沙洛。攻沙洛不管怎样都好，它的表现都算是最好的，尤其是搭配加查马达。所以我现在个人还是比较推荐用攻沙洛搭配加查马达。当然攻沙洛也不一定要搭配加查马达，你可以搭配巴布尔老虎啦，出来的表现其实也是不错的。来到了下一个诸葛亮还有狄多，狄多是驻防统帅，所以不计算。其实诸葛亮我有一点犹豫，到底要放在 A 还是放在 S。其实我在这一次的 KVK 表现下来，我发现到诸葛亮的报告真的有时候好看，有时候很糟糕。像我之前所说的，如果你是面对敌人站着原地对战的话，其实诸葛亮的表现是不错的。不过对于现在的野战环境来说，我暂时先把诸葛亮放在 S 等级了，但我觉得有很大可能诸葛亮要掉去 A 了。诸葛亮的优点在于它是圆形范围 AOE， 然后它的伤害也不会说太低，有2000的伤害。不过对于现在的 AOE 统帅来说，2000伤害不算是特别高了。再来就是最强的回复怒气，它打多个目标，每一个目标可以提升30点的怒气，5个目标就是150点的怒气。接下来到塔里克，实际上来说塔里克不是野战统帅，但他野战其实也是可以使用的。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用塔里克搭配 CP， 出来的表现其实还可以。不过以现在的环境来说，如果塔里克用于野战的话，只能排在低等级而已。至于萨尔贡呢他不算特别糟糕啦，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好，我觉得排在 C 等级吧。
我不是很想要用萨尔贡啊。萨尔贡他那个分段式攻击真的有点太什么了。假设说他的技能设计到像亚瑟王这样子，他是分段式，但是他是在一个回合里面打出3段攻击、2段攻击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接受。来到了下一个贞德，贞德对于现在的骑兵统帅来说是强的，但是不会说特别强，因为贞德主要的优点就是在于它有 buff， 而且它可以再次触发技能。除了这2个之外呢，贞德就没有其他特别的优点了，而且贞德可以卡技能使用啊。如果他的技能再强一点的话，我觉得还可以排比较高的排名。不过对比我现在的排名来说，华莱士、贝利啊，加上马达斯特凡啊，或者是霍去病、亚瑟王之类的，我觉得真的可以排在 A 等级。它不算 S 等级啊，不过排在 A 等级是 OK 的。下一个轮到玛格丽特，那这一次我是专门去觉醒玛格丽特使用了，但是我发现到玛格丽特的表现真的有点差。至于比较起匈牙提还有攻沙洛来说，排在 C 等级吧。因为我这一次使用玛格丽特真的表现不是很好。如果是针对于巴布尔的话，现在巴布尔如果搭配斯特凡3世的话，其实表现还不错。我把它放在 A 等级，因为巴布尔除了可以搭配斯特凡之外，搭配攻沙洛表现也是不错。它恢复怒气其实效果很好，所以各位可以尝试一下用巴布尔搭配斯特凡，或者是巴布尔搭配攻沙洛。下一个来到亨利，亨利其实野战可以使用了。但是它针对于集结会比较多一点，所以这边亨利就保留着。再来就轮到布迪卡，布迪卡现在只能排 C 等级吧。我不确定布迪卡是不是有被暗改，因为我发觉到以前布迪卡确实是蛮好用的，但是到后来就好像越来越糟糕。我不确定是不是官方又偷偷去暗改，像司机那样子。下一个轮到 CP 哦，我才发现到没有放到朗纳尔，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来加上去。我发现到 CP 不算特别强，但以现在的表现来说，还是可以排在 A 等级了。毕竟各位也想一下，他是第6代统帅，以现在的表现来说，其实还可以接受啦。因为司机跟布迪卡都已经要逐渐被淘汰了。但是 CP 现在表现还可以啦，但主要还是靠朗纳尔的表现带动了大 CP， 所以并不是 CP 表现让朗纳尔提升上去，而是朗纳尔让 CP 提升上去。所以如果是以朗纳尔来说，朗纳尔可以排在 S 等级，然后 CP 排在 A 等级，因为我觉得如果之后推出新的步兵统帅的话，淘汰也是淘汰大 CP 先，而不是淘汰朗纳尔先。下一个来到贝特朗跟司机，贝特朗其实野战也可以使用，但是对我来说，贝特朗他只能排在1等级。我是骑兵玩家，我觉得他是1等级就是1等级，真的是太烂了。至于现在司机，说实在啊，司机的情况就是如果站着面对面战斗的话，司机表现还是不错的，但是用于拉扯他的表现真的不太行了。我觉得司机可以排在 C 等级吧，跟布迪卡差不多吧，不算很强啦，但是你说它垃圾也不算特别垃圾，还可以使用。再来，我跳过了第1到第4代统帅的说明啊，因为我觉得用第1到第4代统帅的玩家应该不算多了。然后里程碑算是比较多玩家使用吧，但我觉得里程碑的能力不至于到 A 跟 S， 里程碑只能说是你真的没有副将可以选择的时候才会去选择里程碑，但他的能力不至于比起前面介绍的这几位统帅还要更高。图拉真啊、威廉啊、尼布贾尼撒这种呢是真的，如果你没有 A 等级也没有 B 等级的统帅可以搭配的时候，才会选择这几位统帅。关羽的话，其实在日落峡谷、失落峡谷的表现还是不错的，所以我排在第 C 等级。至于亚历山大，虽然他现在搭配刘彻表现还是不错，但也就是因为刘彻强，然后你搭配亚历山大才会变强而已。查理马特的情况也是差不多吧，就因为刘彻强带动了查理马特，又或者是像哥哥比较强带动了查理马特这样子。然后第1等级的统帅基本上是不需要去培养了的，1等级的统帅是根本不建议去培养。F 等级基本上是废物。所以这边 S 等级、A 等级、B 等级的意思就是 S 等级是肯定需要培养的，而 A 等级大多数的统帅都是配合 S 等级使用的。然后 B 等级是假设说你没有 A 等级的统帅的时候，就可以选择 B 等级的统帅来搭配 S 等级。C 等级是真的逼不得已，你没有其他统帅可以选择的时候，才再搭配上去。D 跟 E、F 这些全部都是不推荐的。
那今天的排名大概是这样子啊，在事先声明了，这个排名是针对于我自己在野战实际上表现出来的结果做的排名来的，所以每个人的排名可能不太一样，大家作为参考就好。至于各位有什么看法，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